你今天的努力或者是付出跟薪资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正相关，更多时候影响你收入的是你所在的国家、市场、产业。该选文组还是该选理组？你要知道你在这个阶段你做这个选择，它会带来什么风险，然后你会得到报酬可能是什么，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回到了我们今天不读稿。那这个系列我就不会用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网络上千古热门话题，就叫站文理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有人在网络上面站嘛，那到底要选文组好还是选理组好？有一批人就会觉得选文组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难，毕业之后能够赚到的钱也很少。反观有人去呛念理组的，你出来毕业之后没文化啊、心灵空虚啊、干嘛的？对。今天我们就来聊看看，到底选文组好还是选理组好？好，那我们这集呢就会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及选理组还是选文组的科系哪一个会比较好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有想要接触英文活动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的困扰吗？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完全免费的管道，也就是林语极乐线上音乐会频道。那这里每周五下午5点都会有一场5分钟的高品质音乐会，让你随时随地，就算是带着小孩也不用怕打扰到别人，轻松的享受音乐的美好。节目内容包含了3大计划，不只可以享受大师级演奏家的表演，还能够透过节目认识优秀的学生以及厉害的乐团。另外呢，频道还会挑选台湾作曲家的精彩作品，让台湾音乐被国际看见。现在名家舞台第4季已经发表，欢迎大家点击资讯的连结，订阅林语极乐线上音乐会频道，一起欣赏好音乐吧。所以问志祺，你是文组还是理组？这个其实蛮有趣的。都市计划感觉是一个有点混合的科系。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学测它其实被放在文组里面，所以我们班上有非常多高中是文组的，但是到了指考的时候，它其实被放在2类组。然后进去，实际上我的感觉是比较接近1类。为什么会需要很多2类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要算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数学，所以它是一个很混合的科系。我个人自己的背景也是蛮混合的，我高中都念理组，大学以后到研究所都念文组，所以我们刚好2个人两边都沾过一下，两边都沾过一下。那志祺你自己觉得念文组好还是念理组比较好？我觉得我们要在这边会需要先定义一下所谓比较好是什么意思。你这边打预防针，无聊。讨论事情就是要先定义。那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会在讲比较好大概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薪水比较多，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第二种就是在生活上面有没有用，有用，所以就比较好。然后我觉得直接这样子谈其实是有点难的。举例来说，文组好，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通称。文组里面也有像是学设计的，也有学法律的，也有学商管的。那你知道法律、商管跟设计薪水是有点差距的。在讲薪资的东西，我们就来看数据嘛。那其实我们有去捞一些数据，可以看看我们的印象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去看104那边开的各个领域的薪资平均数，你会发现其实文组的薪资分布落差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有一些可能薪水没有那么高，但反过来也有一些薪水非常高的工作，然后像专案管理啊、产品计划这些，其实都还不错。光是专案管理类跟行政总务这边就已经差了2.6万，对，几乎快是2倍了。那反过来我们看理组这边的薪资分布，你会发现他们的分布就稍微比较平均一点，基本上都是在比较偏高的这一块。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文组的这个上下限差距比较大，在理组的话是整体的平均可能比较高。对，大家的印象也不见得有错，就是常常你觉得文组赚的好像比较少，有人会来反驳说没有嘛，其实还是有很赚钱文组嘛。以数据上来说，2个都成立，因为两边的极端值都很高。那这边我觉得就跟我刚刚题面提到的文组，它是很多种类别的综合，可能里面比较赚到钱的是比较少的，例如说法律啊、商管的科系，但是其实还包含很多其他的嘛，像是文学啊、语言啊、历史、哲学、政治、社会科学、传播、艺术、教育等等的，所以一家占了好多个科系。对对对，就有很多的科系啊。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我认识的这些朋友，因为我们就在这里面嘛，真的大家过得比较辛苦，这应该是一个可当客观资讯来讲，他真的比较辛苦。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数据上面看起来，就是理工科系的毕业生，他们能够找到工作的这个薪水高的可能性是稍微高一点点的，特别是毕业生。那从志祺你的想法，你觉得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那为什么理组普遍比较高薪？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系统，我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其实会重视知识跟领域就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们要去特别的注意说，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它到底重视哪些？但是现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很重视理科人才的原因，大家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社会发展的历程，会先重视实用跟生产，先让我们的基础的生活品质比较好，我们再去思考其他的面向。有人说，我们台湾不是已经走很久了吗？可是如果你今天去
看我们台湾的主要的组成，其实我们还是在工业制造业为主，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是我们的眼界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的整个产业环境其实还在工业跟制造业。第二个，我觉得是全球化的分工之下，每个国家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地位或者特殊的区位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知道台湾就是工业制造业，我们非常的擅长去做相关的事情，然后我们最好的人才可能就会留在这样子的地方，像是美国好了，我就曾经有听在半导体业的一些叔叔伯伯啊，他们就会讲说，今天为什么美国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半导体业？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影响是，如果他今天他想要来跨到硬体，他就会牺牲掉他们最好的人才，让他们的软体人才的这个优势不见。美国愿意承担这件事情吗？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很难的，而且那边已经成为了一个这样的生态系之后，其实你不能一个国家就什么都要，在现实当中它就是不太可能。资源是有限的，然后会有机会成本。然后另外就是国家其实为了发展一个产业，它也会投资很多的资源去扶植或者是补贴，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限制。就你今天你不能够每个东西广撒，你每个东西广撒，就是每个东西都很烂，因为一定有一个国家它会巨额的砸某一个东西，然后用那个东西当杠杆。那当真国家去撒这样子的钱去补贴的时候，它就可以让那个国家去站稳某个经济的区位，就会形成那个国家的强势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想想看，例如说美国，你会想到商业、金融产业，你会想到软体；韩国，你会想到他们的文化相关的这些产业等等的。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才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其实因为国家也会去投注很多的钱去培养那些人才嘛。而且讲到人，就是因为薪资这件事情，它要有竞争，大家才会被拉高嘛。那像我们台湾来讲好了，我们选择的可能就是硬体产业或者是代工产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个国家它投注的时候，它不一定会只会投个一两间，它应该会带动整个产业一起兴起。那当很多家产业都跑出来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开始竞争，竞争就会带来要抢人才，抢人才，人才的薪资也会一起往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理工科学生可能就会特别吃香，因为这是台湾选择的路径，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对，而且我觉得人才也是稀缺资源，所以它终究没有办法每个产业都很厉害。那我们刚刚讲完很多硬体的，我们现在可以来讲一些软体的，因为软体工程师他们的薪水很高嘛。那为什么？是因为网际网路或者是软体产业这种东西，它是可以直接做全球的东西的，所以它的市场的范围突然打破了这个地域的限制，上限就被拉高了，它能够做很多事。就我今天一个人开发出来的可能程式各种功能，它其实可以直接快速的复制到其他的市场去，把它规模化。对对对，所以它的价值就变得非常的高。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其实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可以透过网际网路，或者是我们在新加坡，但你也可以在台湾工作。这时候你的竞争就原本从台湾的竞争变到全球级的竞争，所以自然软体工程师的薪水也会被拉高。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就发生这个超级惨状，所有人都在抢工，因为那时候疫情大家的上网的时间突然变很多嘛，一变多了之后，每个公司它电商啊什么的都暴涨，然后大家为了要抢人就开始疯狂挖。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新创的朋友说，哇，工程师的价格变得超级贵，然后他们有点小崩溃。大增财时代，没错。美国的数据我们也有看，如果你看美国的状况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商管类其实就排到非常前面，IT 职工相关也排在很前面，这个好像跟台湾差不多嘛。但如果你去看他们艺术跟教育的状况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也在中上的水平，可是台湾其实就是中间偏下，这个就是大家选择那个路径可能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从这边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应该美国某个总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他就在讲说一个国家会有时代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一辈必须要很努力的做工业啊、制造业，我们的下一辈才有可能去从事商业相关的东西，然后再下一辈才有可能去从事艺术这样的东西，就有点像是你要先从基础开始慢慢的涨，等到大家的基本需求都有了之后，最后才可以跨到这边。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马斯洛三角形有点类似。那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了几个点，就是相比之下，像是文史哲啊，或者是社会科学的这些知识，在台湾目前能够被大型跟规模化应用的是相对少一点点的，所以你才会说啊，普遍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但如果我们找到它大型跟规模化的点，像是商业、电商、金融，它可以透过系统去把它完成，那他们的薪水就会往上拉高。那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的话，之前你会觉得，我们念文组科系教的这些知识，它是不是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这个我当然不会这样想啊，我会觉得说，从一个系统角度来说，理组的知识受到重视，有点算是这个时代背景的关系。但如果就因为这样子去瞧不起文组的知识，会有点可惜。但是我也必须说，以前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太懂文组的价值，在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去骂文组的肥仔。我不会骂，我人生没有那么爱骂人。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懂，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你大概会走理组相关的那样子。像我以前就很不喜欢历史，很不喜欢国文课，我这两科都真的超级无敌烂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反而回去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学到了很多。它其实有点像是一种看事情的哲学，或者是像语言好了。以前我的英文也没有到很好，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说，语言不只是那么工具性的东西，很多的文化是附加在语言里面的，或者是历史，你去了解不同的时代背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这个过程都给我在商业上面有很多的启发。大伟 YouTuber 都要读历史没错，你看我们现在流量
汉王、库克跟去，他们你看名字是英文，你有没有要读英文？然后讲的东西历史，你还敢说文组不重要吗？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像文学、哲学，我自己也蛮有共鸣，因为我研究所就是念相关的东西嘛。其实我觉得它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它给人一个很大的时间感，因为人生活可能就几十年的事情嘛，你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啊，什么生命的价值，这个东西看起来很难靠自己就完成。对，但如果你去看的话，像我们以前念的东西，你会看其实很多你现在有的烦恼，古人都已经想过，而且甚至是这种几千年前他们用类似的方式去想过同样的东西了。当然那个生活情境不一样嘛，所以你会得到答案可能不一样。可是你去看别人怎么去想同一个问题，真的很有趣。所以大家在讨论好跟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区分开商业价值跟人文的价值，这是两件事情。理所的东西在我们可见的这些薪资啊这样子的差异上面，我觉得它是有落差的，但这不代表说文组的这些知识就是没有用。最后我们想帮观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也蛮多观众是高中生啊、大学生，如果想要给他们建议怎么去思考该选文组还是该选理组的话，那自詡可以给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这边的讨论还是在讨论薪资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系统的影响。你要注意的事情是，你今天的努力或者是付出跟薪资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正相关，更多时候影响你收入的是你所在的国家、市场、产业，这个东西真的影响的更大，因为有补贴，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在喂养它，会更容易的赚到比较多钱。所以你如果很考虑收入的话，我就要认知到这件事情。你要去想说，我在的这个产业它有在成长吗？如果有成长的话，你投入这边，把你的时间去累积它，你才会跟着这边一起成长上去。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在一个比较停滞的产业，再怎么努力，你还是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它不一定是你的错。对对对。另外，我觉得看看外面也要看看自己啊。就如果你今天你的家庭条件就是比较辛苦，你的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认为选择理组的确是比较有机会让你的生活可以好转的比较快一些的。那你选文组的话，我会用游戏来比喻，你选择了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那个等级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这些资料，它就显示说文组也可以拿到很高薪，但是初阶的工作它的薪资不高，那你要成为佼佼者，你就需要很强，等于是薪资的范围它有很大的这个上下限，可能某种程度也是所谓的高风险高报酬的概念。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对高中生、对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阶段你做这个选择，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真的很热爱那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去做，当然没什么，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风险，然后你会得到报酬可能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现在职场上会学到的技能，它也不一定要真的跟你念文组还是念理组这件事情直接被绑定在一起啦。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也是出来工作之后才会开始比较多去接触跟商业、专案管理啊、沟通协调啊，然后一些产品开发、业务谈判等等，这都是跟我以前念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的。我觉得这边其中一个点就是因为时代变化它越来越快速了，所以只有过去学校里面学的这些知识是一定不够用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学校它在过去是为了帮助人快速的就业或丢到工厂里面而产生的一种机制。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被学校里面这个文理组的分类的框架给绑死。那像是立峰，他是我创业上的导师，他就常常跟一些毕业生说，你今天要思考的不是你要去一个大企业上班，还是你要去一个小公司上班，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持续的学习。如果你今天你确定这个环境能够帮助你持续的学习，你也真的好好学习了，那这样子你其实终究会走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然后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学了很多传统上被定义为文组或传统上面定义为理组的东西，最后其实你都要会的啦。那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啦，想问大家，你认为高中考大学应该要选择文组还是理组的科系呢？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考虑哪些面向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到底该选文组还是理组的讨论。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